今天的空气怎么这么差？有闻到味道？可能印尼在烧疤吧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有烟味？我一回来就闻到了。怎么会有烟？很臭啊！糟了，会不会是火灾啊？火灾，惨了了！哎，三哥，你去哪里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我的腰！谁伤？怎么样？看着他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赶快去拿水来扑火，快！行啊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点救火！我来救火了！走开！小心啊！小心！好凉，好凉。是谁烧木材的？是谁？老头子，有话慢慢说，别生这么大的气，小心血压。我才没来几天，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怎么会放心把农场交给你们？烧的只是一堆木材而已，也没烧到别的东西。你懂什么？小火苗可能变成大火灾啊！这里的风大，万一火苗飘开了，整个农场都可能烧掉啊！爸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要那么激动。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。你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，要是找不到就报警，让警察来查。贵叔，有那么严重吗？真的要报警？木材是我烧的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爸，不关米娅的事，是我烧的。你在干什么？生火 BBQ 啊！在这里？蚊子烧烤大会啦！啊？用烟熏赶蚊子，比喷什么杀虫剂更有效，而且又不用花钱。在这里烧会不会危险啊？会有什么危险？我家乡人经常那么做的，我从小看到大了。如果你怕的话，你走远一点，我要点火了。米娅说她家乡的人都用烟熏赶蚊子，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，所以我叫她去捡木材来烧。你胡闹！不关小小老板的事，是我不应该点火之后就走开。我也没想到火会烧得那么猛，害你们以为发生火灾。你们两个就不怕把整个农场烧掉吗？要等到真的火灾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？好了，事情已经弄清楚了，别再生气了。我是要他来农场帮忙的，不是来玩的。要不是你们两个烧那堆木材，老梅会一时紧张摔下来吗？他已经这把年纪了，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怎么办？你说？康乐也不是故意的，这里的确蚊子很多。对啊，弟弟也是为了农场好。没看小东姐得了骨痛热症进了医院，她也不像我们被蚊子叮。什么为农场好啊？健康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水耕菜，现在全部完了。别生这么大的气了，现在事情已经弄清楚了，别生气了啊！老梅现在还躺在医院呢，都不知道他的伤势怎么样了。万一他伤到脊椎骨残废了，你要照顾他一辈子是吗？你 OK 吗？
刚才你爸口气重了一点，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？啊？我没事。老梅受伤，进了医院，你爸才会这么紧张的。你别放在心上。还有哥的菜，都遭殃了。哎，几颗菜而已啊，坏掉了再种过啊。你爸是偏心了一点，但他好不容易才盼到你哥回来，他偏心是难免的。你哥在外头吃了很多苦啊。我明白，我没怪爸。孩子，你最懂事了。小马哥，你在干嘛？洗菜我已经洗很久了哦。算了，扔掉吧。啊？碰到化学物品，菜都中毒了，不管洗几次都不能吃了。那不是很浪费？你知道梅叔听到你要救火，差点被你吓死了。小马哥啊，以后遇到着火，一定要先离开，知道吗？健康哥哥，你是不是不开心？我把火灭了。是太危险了，万一烧到你，后果很严重，可能会没命啊，懂吗？反正我都没有爸爸妈妈，没命就没命，没有人会担心我的。好啦，别洗了，嗯。平安，有事吗？我想跟你谈谈，对不起啊，我赶时间。是小马哥的事，我想帮他找家人。我们一直都在找啊。平安，可以走了吗？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什么吵架？我是在跟平安说，我想给小马哥买个 DNA kit， 帮他找家人。好啊，就用上次你找到健康的那个网站了。健康，你去安排吧，多少钱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学。不过老实说啊，这个方法有个缺点，要小马哥的父母或家人也把他们的 DNA 报告上传数据库，才有可能找得到。你们说这个可能性有多高？就算找不到他的父母或家人，可以配对到他的远亲，也是一条线索啊。除了 Kin by Kin 之外，国外也有很多类似的网站，我们都试一试，这样机会会大一些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刚才的意外，让我更觉得人的命跟菜一样很脆弱。我真的不希望小马哥到了走的那一天，还是一个人。对啊，要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，就像大海捞针一样。如果不去捞的话，永远都没有机会了。其实有不少像我跟小马哥一样的人，从小就跟家人分开，有的被拐卖，有的走失，有的则是被父母送给别人抚养。如果本地有像这样的 DNA 寻亲网，那就好了。我有跟李亮提过，他也觉得这是最有效率的。不过问题是，我们得先建立起一个 DNA 数据库，才能够进行配对。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技术，做不到。我们可以借力啊，跟国外那些有经验的公司合作。好吧，我再去跟迪亮提一下。
好久没一起吃饭了，现在要见你多难。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农场见面吗？我说的是像现在一样面对面约会，只有我们2个，没有其他人。我最近比较忙。是啊，你看起来有点累。哎，不如我们一起拿假去旅行，好好充电。最近真的走不开哎，水耕菜全都没有了，还有很多首尾需要处理。那我们年尾拿假一起去玩。再看吧。平安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担心你爸妈会反对我们在一起？你放心吧，我有在努力，我有去上 FMB 课，也有在菜园帮忙，总有一天，你爸妈一定会看到我的优点。平安，你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做到，让大家都祝福我们。平安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。要答应我，永远跟我在一起。哎，你说将来我们一起在农场发展 farm to table， 做出一番成绩给你爸妈看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反对我们在一起啦。好主意。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一定要加油。李廖发简讯给我，小马哥和丽莎的 DNA 报告出来了，真的没有血缘关系。我都跟你说了嘛，只是他不相信而已，害我们浪费什么钱去做 DNA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凡事还是要确认一下比较好。大老板，我家有急事，我要请了郑丽。平安在办公室啊，你自己跟他说吧。你就帮我说，我真的很急，就这样。要死了！周末，干什么？我跟你车出去。小姐，我是去送货，不是去兜风。我也不是跟你玩的，我家里有急事，你就送我回家 ，OK？ 这是货车，不是制造车，下去。下去。你就当我是临时加进来的，你要送出去一袋麻薯，行了吧？你快点开车，开车。快点！哦。开快点可以吗？什么事情这么急啊？你不要告诉我，因为快要下雨了，你赶着回去收衣服哦。我的室友在浴室街上，等着我去救人。那不是应该叫救护车吗？家里没有人，而且只有我有钥匙。哎呀，你不要问这么多，坐进看你的车。好，你这样的事我不问，那就问你农场的事吧。上木材赶蚊子，正是康乐的主意。你想说什么？才不相信康乐会做这种事。是啊，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我又没有叫康乐顶罪，是他自己要帮的。你怎么一点回忆都没有？水跟菜都没了，
没说还受伤进医院，还不都是你惹的祸？谁叫我是个没爸教的野孩子？说，现在知道了，告诉我 boss 了。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跟我吵架的吗？你别以为我不会这么做。Stop！ 什么？你不是急着回去吗？我送你了。我去了。哎，你不是赶着回家吗？珍怡，爸。珍怡，爸啊，哎，丰收呢？哦，他去送货，赶不及回来，叫我们不用等他。农场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为什么突然召集大家开会？我有一个想法，想提出来跟大家商讨一下。宝珍啊，我想让我们的好安心进入新的里程碑，往高科技发展。我决定建室内垂直农场。为什么这么突然？可是爸，你之前不是一直觉得土耕是最自然、最好的吗？而且还可以让人吃得安心。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。我看到健康种的水耕菜长得很快，又节省人力，最重要的是不用看天吃饭。我们的土耕法，下雨也愁，不下雨也愁。还有啊，将来的气候会越变越糟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尽早做改变，才可以适应将来的大环境。可是我们对这方面不熟悉。有健康在啊，他自己研究的水耕菜也做出成绩了。爸，我做的只是小型弯弯而已。如果真的要建一个垂直农场，规模那么大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不懂可以学，爸可以让你到外国去取经。有你在，我相信肯定做得起来。爸，这个担子太重了，我真的没把握。健康啊，我说你行，你就行，爸对你有信心。富贵，要建垂直农场不是小事，要投入一大笔资金。我想过了，我们可以把仓库改建成垂直农场，不用建新的，省钱又省时间了。还有器材设备都要钱，又不能担保会成功。就算做得好，也需要好几年后才能够回本。宝珍啊，做生意眼光要放远一点，难免会有一点风险的。问题是要去哪里找那么多钱？我们可以跟政府申请津贴啊。政府现在不是在大力提倡30-30目标吗？到了2030年啊，本土的农产品要足以应付38%的需求啊。可是爸，我们现在98%的食物都是靠进口的，我觉得要到达那个目标不容易。所以我们就要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，采用高科技，追求高产量。我看啊，接下来有很多农场都会转型往高科技发展。如果我们还一直用土耕法，怎么跟人家竞争？迟早会被淘汰的。我看啊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平安啊，快点去做有关的申请，要做就要快一点。你在种什么？向日葵，你哥最喜欢的花。我哥喜欢向日葵。健康叫它太阳花。他被拐走的时候，曾经被关在车厢里，几天看不到阳光。他跟我说，当时除了想到家人，他脑海里唯一想到的就是太阳花了。太阳花对他来说，就像太阳，代表了希望。
他每次看到太阳花的时候，仿佛看到回家的希望。我走了以后，这些花就交给你了。你要离开？这件事再拖下去，只会变得更复杂。垂直农场的事一旦开始，就很难喊停了。所以我想，在那之前呢，要跟你爸说，我不是健康，不是他儿子。可是你现在有地方可以去吗？去哪里都一样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要怎么跟你爸说出真相。干嘛？为什么你的额头有淤青？有人欺负你吗？开什么玩笑？谁敢欺负我？那你的头是？是我自己不小心滑倒，撞到桌子的。哦，对了，那天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赶回去？哦，我的室友不舒服，我回去带他看医生。你的室友病得很严重吗？不能自己去看医生？是的，小老板，有些人从1岁开始就不敢自己去看医生，怕打针，怕流血，信了吧？还有，我的室友还活着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好奇。你跟你室友的感情一定很好。非常好，有时还可以睡在一起。你室友是男的女的？包装袋快用完了，去拿新的吧。哦。米娅 ，boss 有事吗？客户打来投诉，说你包的菜全都错了，300克的小白菜你包成200克，而且不是1包2包，整批货都有问题。你要怎么解释？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讲很容易，可是解决得了问题吗？我以后会更加小心的。知不知道你一个疏忽，对我们农场名誉打击有多大？人家会以为我们做生意不老实，以后谁敢跟我们拿货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。米娅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厕所。你脸色有点差，哪里不舒服？心里。啊？没什么，想偷个懒都不行吗？累了就休息一下，用不着躲去厕所。等我一下。来，我要拿着 leave。小老板，你帮我 cover 一下。你要拿 urgent leave？你整天玩失踪，我很难交代的。我真的有急事，不能拿着 leave 就拿2个小时的 time off。午饭后我一定回来。哎，在这儿。哦。早。哎，老梅，老真啊，你也来呀？这么巧啊，你们也来了。
我这么一点小伤啊，还劳动2位大老板来看我，实在是面子够大的了。别这么说，宝珍啊，早知道你要来，就叫你一起过来，你还可以省下车费。老梅啊，这给你早日康复。谢谢谢谢，老板娘太客气了。这么巧，曾老板啊，跟你买同样的东西。这是莲娜选的。哦，老板娘跟曾老板一定很有默契，连眼光都一样，同事啊看上一样的东西。怎么会呢？你没看我们2个人的穿着跟打扮，根本就是2个 level。这个我不敢跟你争，你确实比我有品味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老梅啊，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哎呀，没事，一点小伤。老板啊，你身体也不好，应该在家里多休息，不必担心我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都是康乐烧木材赶蚊子，害你以为是火灾，一时紧张才会从梯子摔下来的。这不能怪你，都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再说啊，在这里啊，好吃好住，就当成是度假喽。不过啊，苏东还是在 MC， 农场少了我们2个，我怕应付不来。还有我啊。对呀，再说啊，健康跟平安，一个可以顶3个，你就放心好好在这里休息。你不要担心啦。对呀，我也没有什么事了，我也会常常回去农场看看的。老头子啊，我肚子有点饿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我也要走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哎，好啊，保证啊，那我们一起啊。不用啦。一起去吃，我还想跟你聊聊农场的事啊。哦，好。啊，哎，老梅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哦。以前我也很反对这些新科技啊，但是时代不同啊，种菜的方式也在改变了。很多我们的前辈都已经退出，农场一间一间的关闭，你却跟别人相反，还想投入这么一大笔钱。说的也是啊。啊，这么辛苦又赚不了多少钱，不如关了，做别的投资啊。你刚才不是肚子很饿吗？那就多吃菜，少说话。保证啊，就是因为越来越难做，我们才需要改革。建了垂直农场之后呢，就可以马上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。长远来看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你这样想想轻浮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搞这些高科技的东西？对，我们可以想轻浮，但是我们的孩子呢？健康没有一技之长，他只懂得种菜。再说，你也要为丰收想想啊，以后农场就是他的依靠了。为了他们的将来，我们现在必须做出改革。我明白你的用意，我只是担心你会不会太过于感情用事了，万一投资失败怎么办？我们认识那么多年，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的决定真的是为了我们2家人着想啊。健康哥哥，你找我？对啊，过来。这个是什么？我要帮你做 DNA 测试，我会把这个棉花棒呢放在你嘴巴里面刮几下 ，OK？ 不可以，这个是我耳朵的。不是，这个是干净的。来，乖，把嘴巴张开。我不要，这个东西不能吃，我不要放进嘴里。我没叫你吃啊，刮几下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来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，小心。是。对不起，健康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小马哥，你就配合一下，我们只是要拿你的 DNA。什么是 DNA？ 为什么要我的 DNA？ 我们要帮你找妈妈。我没有 DNA， 我也不要找妈妈。小马哥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
很快就有得吃了。小马哥，来，啊，刮一刮就可以吃鱼圆了。来，不痛吧？那我是不是可以吃鱼圆了？那吃吧。快吃。啊，你们在这里开 party 也不叫我啊？丰收哥哥，请你吃鱼圆。还是小马哥最乖。坐吧。终于拿到他 DNA 了，可以做测试了。怎么不告诉我？我一出马1分钟就搞定了。我还以为你要忙，你今天不是说要上课吗？起码也要通知我一声嘛。本来是我们3个人一起去找小马哥的家人，现在又被你们踢开了。我们什么？我们什么？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给你出点力，去寄送吧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跟平安不准有事瞒着我。我们3个人没有什么不能说的，不能在我背后有什么秘密哦，知道吗？吃完了，我还要。我去弄。还等什么？哦，我去做哦。康乐，姐，我以为你回家了。啊，我收拾好就回家。米娅呢？她不是说拿 time off 吗？怎么一整天都没有看到她？不要跟我说，她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你一个人做。也不能怪他，因为梅叔、手龙姐不在，才会特别忙。她的态度真的不行。她在这边快1个月了，连称菜都可以称错。称错菜？300克的菜，她全部包成200克，客户把我骂到狗血淋头。我看还是叫她离开吧。姐，称错菜的人是我，不关米娅的事。我知道你们很要好，不过你也不用替她顶罪啊。真的是我。真的？那她为什么没有解释？你有给她解释的机会吗？就算是我错怪了她，她迟到早退，上班的时候又不见人影，在别的地方早就被炒鱿鱼了。米娅她平时做事很勤劳，从不偷懒，她一定是有急事才会变成一种习惯。你去跟她说吧，我给她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她的态度没有改变的话，我只好公事公办了。知道了。哇，是不是准备给你儿子办婚礼啊？哎，有没有听过狗币呀？狗屁就知道了。是一种加密货币。我有个朋友说，之前有一段日子疯狂上涨呢。你说的是虚拟货币，千万别碰啊！这种东西没有保障的。你朋友没跟你说吗？不久前才疯狂大跌，会亏死你的。Troy，你比我还要胆小。我说的是真的。你嫌钱太多是不是？那就给我，好过你给别人。我正好缺老婆本。我是说认真的。我听我朋友说啊，投资这个呢很简单的，我还可以跟他们一起挖矿赚钱呢。你别傻啦，你还是老老实实去种菜吧。我也想要一辈子种菜啊，但是万一我们不能做农场了，就要想别的出路。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为什么不做了？还不是因为你
那姨不是放话说，如果你跟平安继续在一起，他就会跟我们一拍两散。你怕他忘记了？你不要这么悲观好不好？可能会有转机呢。我已经很努力让桂树和那姨对我改观了。其实还有多一件事情。走。富贵突然提出要建垂直农场。当初我只想要简简单单的种菜，但现在他要往高科技发展。他和我的经营理念已经不一样了，怎么合作下去呢？垂直农场这么重要的事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谁叫你没有来开会啊？垂直农场其实是个好主意。问题是我们哪来的钱投资？富贵还说，垂直农场是要交给健康来负责的。他一心为儿子打算，我们没有必要跟他们一起冒险。这东西如果做不起来，才真的亏死你。连简讯也不看，不会是出事了吧？喂，你那边是英国时间啊？不是说好2个小时 time off 就回来吗？现在都放工了。sorry 咯，我等一下去拿 MC。你病了？你是真病还是装病？什么声音啊？不说了，拜拜。喂。睡了一整天，饿了吧？不饿。我煮了你最喜欢的狗肉米。不想吃，让我睡吧。吃了才睡。来。我不想吃。有人在敲门，都不能让我好好的睡。没有，没有人敲门。以为是隔壁的。来吃面，就不好吃了。有人在敲门，你听。一定是推销员，不要管他。叫他们走，好吵。你怎么跑来了？来看你啊！虽然我只是一个小老板，但我也有义务来关心一个一直闹事中的小员工吧。别闹了，你赶快回家吧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喂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刚到，你都还没请我喝水，就要我走啊？不要坐。坏了。那我站着好了。干嘛站着啊？来，坐这里。哦。请问你是？我叫 Gigi。
我们快回来，记得吃面。你跟踪我啊？我才没那么无聊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？有什么难的？我翻一下记录就知道你地址了。无聊？你找我干嘛？我发了那么多简讯给你，你都不回，在电话里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你又突然挂电话，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。哪有什么事？就一只小强突然跑出来，差点吓死我的室友而已。你室友刚才那个居居啊，他好像有点不对劲。你才不对劲啊！找我到底什么事？那个称作菜的人是我，你干嘛替我顶罪？你跑到我家来，就是为了这点事。哦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姐解释？你上次帮我顶罪，我是不想欠你人情的，所以现在我们扯平啦。那明天你要准时上班，不准 MIA。什么 ？Missing in action。难怪你的名叫米娅。怎么我来过来？等一下我爸妈知道了怎么办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真的很想见你。明天去农场就见得到了。我现在就要见，见不到你，我睡不着。我像是你的安眠药吗？你是我的全部。那好，你现在见到就可以回家了。明天一早还要上班。啊？这样就回家？你不跟我报一下？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熟悉的月光，照亮了夜晚，像梦一场，想你在身旁，倒带的片段，尘封的温暖，回忆接不断，望着星空孤单，思念和期盼，寂寞的守望，憧憬迷惘，漂浮流浪我习惯，往黑夜的远方寻找回家星光，守望时光倒流的魔法，想回到你身旁，温柔的避风港，让爱的养分。